前面大帅给大家分享了布林带的使用基础和多周期判断，以及常用的买卖点位。今天大帅将给大家分享双重布林带策略，让你可以清楚的把握高低点和更好的市场机会。该策略在加密货币和股票都是十分好用的。记得订阅大帅的频道，也欢迎使用大帅的 TradingView 指标和学习大帅的交易视频。本期视频的目录如下，我将从难到易的分享双重布林带策略。如果你还对布林带不了解，在策略之后我会详细讲解。双重布林带的核心是多周期共振，通过大小周期合并来找到正确的高低点。虽然也可以通过日周月来多周期判断，但是相比该策略较为繁琐，需要不断的切换周期，且需要对时间周期和空间周期理解到位。交易经验不足的新手是用不好的。而双重布林带策略就很简单。首先打开第一个布林带指标，并把它用在 K 线图上，然后打开设置，把默认的长度由20修改为50，然后把标准差修改为2月2日，在样式里把线条颜色调整为黄色，这就完成了第一个布林带的设置。这个布林带的参数较大，可以过卢假突破抓住大周期的信号，覆盖了 95% 的数据。然后打开第二个布林带指标，同时用在 K 线图上，在设置里把长度参数修改为12，同时把标准差修改为 1.8， 打开样式，把这个线条颜色调整为白色。这就是第二个布林带设置，这个参数较小，主要用于震荡式扩大交易信号。接下来说说双重布林带策略的买卖信号和交易规则。接下来以日线级别比特币为例，在宽幅震荡行情中 ，K 线始终在黄色布林带指标中运动，因此我们可以根据黄色布林带来判断当前的只要运动空间。在此期间，黄色布林带的下轨是有效支撑，黄色布林带的上轨是有效阻力，而黄色布林带的中轨则显示了当前的趋势方向。中轨向下就是震荡往下，中轨向上就是震荡往上。可以依据黄色布林带判断当前的盈利空间。光有空间不够，我们还需要用白色布林带判断短线的趋势转折点。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使用到共振了。当白色布林带和黄色布林带同时跌到下轨附近，并开始重新站上下轨，则此时是较好的共振买点。随着白色布林带的收口，价格会往白色布林带的中轨反弹，此为短线的反弹空间。如果此时白色布林带的中轨恰好在黄色布林带的中轨附近，代表大小周期的空间有限，此时一旦失守中轨就要离场。如果白色布林带的中轨距离黄色布林带的中轨较远，代表当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，则我们此时可以继续看看反弹强度。只要强度够，可以够不跌穿白色布林带的中轨，我们就可以继续等待，直到同时到达白色和黄色布林带的上轨附近离场。对于下跌则正好相反，我们需要在白线和黄线布林带的上轨附近开空，然后观察能否跌穿白色布林带中轨，一旦跌穿，则以此为防守点，观察黄色布林带的中轨支撑。如果还能有效跌穿，则在同时到达黄色和白色布林带的下轨止盈离场。除了上述的震荡行情，在黄色布林带上下轨开口的行情里也依然适用。当行情开始沿住黄色布林带上轨开口持续上涨，此时很难有回调中轨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只用白色布林带来判断强度。此时价格沿住白色布林带的上轨和中轨移动，走强势上涨。此时如果距离黄色布林带中轨不是很远的情况下，则跌到白色布林带下轨就是极好的多单机会。当在白色布林带下轨开仓后，一定要密切关注反弹强度，因为这里是超跌的机会。只有快速开始反弹，才证明这里是超跌。如果原地震荡或者无法快速开启上涨，就要注意离场。当行情下轨开口，也是一样的逻辑。此时沿住白色布林带的上轨开空，尤其是当白色布林带上轨同时在黄色布林带中轨时，观察开空后价格是否立刻下跌，并有效击穿白色布林带中轨即可。在股市也同样适用，但略有不同。接下来以标普500的日线为例，打开 K 线图，
你会发现因为标普500的黄色布林带经常走上涨走势，所以一旦黄色布林带中轨往上，则大多是时间在黄色布林带中轨和上轨之间震荡。此时多单的入场点位是白色布林带下轨在黄色布林带中轨附近企稳，当尤其是 K 线重新站上黄色布林带中轨的时机。当然，如果你有耐心，依然可以等待白色布林带下轨和黄色布林带下轨重合的超跌时机，这是极好的买点，可以轻松达到黄色布林带上轨甚至更高的盈利空间。在周线或者月线涨幅过大时，我们也会碰到因为大周期回撤导致小周期的回调，此时依然可以在黄色布林带和白色布林带上轨开空，然后以白色布林带中轨为防守线，直到白色和黄色布林带同时到下轨，然后反弹重新站上下轨为止。讲完双重布林带策略，还有以下核心要注意，可以帮你判断复杂的行情。一、注意时机周期的不同，可以帮你抓住不同级别的行情。有时日线在震荡，那么可以参考4小时周期。当4小时白色布林带和黄色布林带同时到达下轨附近，且黄色布林带不开口，则触发4小时级别的反弹，反之则触发4小时级别的回调。二、布林带使用核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盈利空间，你需要判断出自己每次操作的获利范围大概有多少。多单的获利范围等于阻力位当前的价格，空单的获利范围等于当前的价格支撑位，所以要使用好布林线。最重要的就是判断趋势和阻力，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中轨判断趋势，然后再判断支撑阻力。当中轨往上时，上轨是阻力，中轨是支撑；当中轨往下时，中轨是阻力，下轨是支撑；当中轨斜率较低走平时，上轨是阻力，下轨是支撑。注意，以上的方法不能应对大周期触发的主升浪行情。对于主升浪，上轨是支撑；对于主跌浪，下轨是支撑。三、布林带的时间周期是配合位置使用的，不要单独使用。例如在中轨往上的上涨阶段，如果行情回踩中轨，则需要立刻反弹，重新往上轨上攻，代表当前的行情延续性是足够的。如果没有立刻上涨，反而在中轨附近来回震荡，则趋势很可能已经结束了，下跌趋势同理。四、布林带作为路径型指标，最擅长的是支撑压力位，但对于趋势的扭转或者短期的强度判断不是十分明确，所以应该配合短线指标共振判断。最好的搭配是超跌超涨型指标，可以有效的反映布林带的强度，同时也能预判阻力支撑的成功率。可以使用我的大帅 RSI 体系来结合。五、还有多周期看长做短和具体的买卖点位，以及如何在趋势转换中提前搞懂中轨的运行轨迹，这些可以在我的其他视频中看到，我都写得很详细了。本期内容里讲到的不双重布林带策略，赶快设置使用吧。如果还有相关问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也欢迎观看大帅的其他视频，或者使用大帅自制的 TradingView 指标，相信一定会帮助到你。那么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记得检查是否订阅了大帅的频道。